小我多是同时性是如何产生的呢？哪些方面最消耗生命能？一味压抑性欲能守住生命能吗？在生命能量的使用上，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？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上面这几个问题，围绕小我的能量与生命能展开，内容非常贴近现实。如果你正在或正要开始修行，非常建议你认真观看，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。小我多是同时性是如何产生的呢？因为故事发生的年代是固定的，而同一个故事、同一个主角可以被同一个灵魂反复使用，或被不同成熟度的自我灵魂再一次使用，或被同一个高我旗下的不同小我灵魂使用，或被不同高我旗下的其他小我灵魂同时使用，或不同时使用但表现为同时使用。灵魂们关注到同一点上的时间可能前后相差数亿年，但具体到这个角色上却始终就是同一时间。就好像孙猴子被演了数百年，演绎的版本与细节甚至台词都各不相同，但发生的年代与人物关系、主线故事是始终一样的。灵魂自身每个能力在综合能力上的相对占比，导致了出生后的职业倾向与在不同事件上的应对能力参差不齐，各有差别，这让人生的展开有了多样性的可能，而面临同样的问题也有了不同的解题方式与方法。能量与生命能。一个灵魂可运用和携带的能量是与其当下的意识频率成正比的，意识频率越高，充能速度越快，载具内化电池容量越大，构成载具以太体的光纤能承载的能量压强也越高，每天从源头可获取的能量补充相对也越多。好电池、好线路板，充足的能源才能支撑起复杂的大型程序的稳定运作。想要用到非人的能力，就要先有非人的能量支持系统，包括非人的认知、非人的以太体改造、非人的内在能量管理体系、非常人。人生剧本的不同，所需的启动能量也不同，没有足够的能量调动级别是无法开启高级剧本的。一个人生剧本的耗能数值是可以通过出生日期计算出来的，古代叫做称骨。不同的出生日期与地点匹配着不同的多维码，每个多维码背后都是一个宿命历史人物的人生故事脚本。总能量是由高我限定下来的，有额度上限的。因灵魂自身意识频率的高低不同，其能量满额上限数值并不相同。这能量被称作生命能，可以理解为灵界通用的一种货币单位。肉身每天自然耗损气血，需要补充。补充的方式一般是用生命能换取在线时间，用有价值的劳作时间去获得所在地的货币。货币也是一种能量表达形式，用货币换取食物，用食物补充体能。当并不饥饿时，摄入过多食物会反向耗损已有的气血。用生命能换来的游戏在线时间如何安排是每个人自己决定的，当然有一个主线流程要去跑，但不是强迫性必须。可以通过工作去换取虚拟的金币，或达成某种成就，满足自己对虚名假利的无尽追逐，还可以追求肉欲或精神上的刺激，满足感官五蕴上的渴望。即使是什么也不干，只是单纯的在清醒状态下发呆，也算是在线时间，同样扣除生命能。情绪化的激荡或恐惧状态下的忐忑，同样快速消磨精神力。形成生命能消耗的5个大方面分别是： 1. 持续的亢奋或清醒时间，爱熬夜透支生命。对策：保证6小时睡眠或多段睡眠，间隔性冥想，一次15分钟就好。让头脑安住在当下，少去追随碎片时间的娱乐化。2. 食物的消耗量。食物是维持物质身体的必要，只有精神力可以做到把自身以太体转化成太阳能的，才可彻底辟谷。适度的、易于消化的、不复杂的食物，让身体容易代谢它们，而过量的、复杂的
混乱的食材会带来身体内在的混乱。建议少吃，定时吃，吃得简单一些，饭后散步，然后调息，把食物中的浊气排出。3、物质生活的衣食住行需要一个保障，尤其是居士有婚姻和子女的义务。这里对名利权的追逐没有一个标准的尺度，是否过分的投入，只有自己知道这个分寸。4、情绪与恐惧。感受情绪是人生功课里一个重要的环节，而畏惧感是自我保护的主要组成部分。但当两者成为了日常的习惯，晦暗的思潮与预期，加上毫无觉知的情绪化自我伤害与对外攻击，就成为了荼毒生命的利刃。建议关照自己的感受与思潮，尝试理解与观察情绪的起落，明白自己到底在意什么。而面对预期中潜在的危险时，去剖析自己小我的得失心，到底根源固着在哪里？什么是你害怕失去的？而那是否又是真实的呢？如果对我执可以破坏，连我都消融了，谁还会在意有所得失，再为得失而苦恼呢？5、性生活过度。肆意挥洒的青春中，能量澎湃的灵修中，底轮和脐轮的盈满是通往高维的坚实契机，但也很容易被理解成旺盛的性欲。当能量开始灌注入太阳轮时，热忱与行动力可以带来无尽的受益，也可以转化成对性无法抑制的狂热，形成对美色的痴迷或对生育的渴望。建议，禁欲是违背自然的，交流是必要的，是非中的任何极端都带来伤害。爱抚、摩擦、缠绵远比单纯的摩擦要更带来身心灵的交流。破产。当自身的生命能储备耗尽时，就没有能力购买在线时间了。5个面向依据自由意识达成动态调节。生命能的总数对于一般人是一个定数，这是为了防止把高我也赔进去。但如果个人意识认知频率在生命的过程中达成了质变的扬升，并且与高我形成良好互动，通过了一系列模考，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对象，高我后续能量的额外补充并非不可能，而剂量甚至可以没有上限。很多人认为吃是一种对生命能的补充，但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宏观储备能的变现，而暴饮暴食大量消耗食物也是让生命提早耗竭的有效手段。在生命能量的使用上，历代先人总结出了几套行之有效的方法，包括开源、节流、挪移、聚变4个领域。节流是一般开始修行的基本功，所以被最广泛的了解与认知。古代人们对自身意识的归属与出处因为陌生而生成了许多异端猜想，依据帝制和官僚体系构建出天庭地府、收过路费的、送湿一汤的等等故事，而这些民俗的故事深深植根在人心，让亡灵也因此相由心生的确实经历了这些，并报告给了通灵者。通灵者分不同的意识等级，不同意识等级的意识生活在不同的频率时相中，可与和自己相同频率的无形众生产生互动。高阶意识可以与低阶意识同频共振形成交流，但低阶意识无法感知到比自身更高的频率实相，也无法发起交流。在历代灵修的修行者中，生命的时长成为了一道关卡，因为古代修行者对灵界的认知还是原始的线性单向结果，对同时性与共识性的理解几乎等于零，所以很怕死。隔音后之前明白的都忘了，一生清贫寡欲地白辛苦。但古代的知识体系中还是留下不少瑰宝的。当代灵修认识是成长灵魂，经历风雨，锻炼智慧。前面我们提到5种消耗生命能的方式，其实有6种。如果想让自己相对健康的活长久些，5种常见的耗损气血的方式就要尽量避免。不熬夜，多打坐，少同房，多冥想，少吃东西，多晒太阳，少闹脾气，多运动，少赚点钱，多布施些善良。最后一种是什么呢？就是有所求。
当你求拜各路神仙的时候，应你的没有一个是正主，因为高维们都知道也尊重你的人生铺陈，你经历和必要经历的，要感悟与需体验的，都是自己与一群人台前幕后忙活了大半生才架设好的。高潮来了，要考试了，您退了，要健康，要幸福，要钱财，要名利，要爱情，那谁来体验和痛定思痛呢？都喂到嘴边来，您来历经什么呢？在灵界待着不好吗？好比说那些显灵帮你赐福的、破灾的、成姻缘的、助运的，暗中迫害情敌的，让异性鬼迷心窍爱上自己的，让别人糊里糊涂给你加官进爵，迷失心智，签署不利合同的，都是些什么东西呢？都是什么灵体在运作这些虚名假利、损人利己、逆天改命、忤逆自然的行径呢？要有怎样的意识觉悟，会乐此不疲地为祸人间，助长外求外因，而让人不得反思，越陷越深呢？当你求他们给你这些虚名假利时，他们在贪图着什么呢？香烛蜡花、果盘金装，他们比你清楚那些都是颠倒执着梦想。他们能有能力达成你的那些离谱夙愿，自己显化点香火金装应该不难吧？其实他们要的是你的命，用命换财，就好像拿人民币去买冥币的买卖一样，他们给你的都是假币，却收取你真金白银的生命能。挪移，挪移的功法也叫做能量吸血鬼，很类似传说的吸星大法，就是把自己搞成能量黑洞，比自己能量高的一经碰触就会被平衡走一部分能量。而且这样的能量遗失还不是一锤子买卖，他们普遍会给被害人某种锚定物，就好像远程 GPS 追踪器，你拿着它的那个东西，它就随时可以在意识层定位你的频率，并依据你们现在的灵魂契约均享你的生命能，直到把你或你的家人祸害到，再去求他帮忙化解，在言语中订立更进一步的报答契约。外求祈福是败家最快的不二宝典。巨变，这是各种内功心法的本质，虽然各家门径不同，最后本质都是一个：凝聚天地乾坤水火龙虎拱阴二气，和合化生凝聚金丹养育在黄庭，让自身的能量场从直流蓄电池转化成自发电核能聚变电池，就和钢铁侠的能源之心一个道理。开源，开源是效果最好也是难度最大的，需要9层脉轮全部中正开启，阴得天地二气，自行不间断地无止境地灌注入自己的以太体，把自己从一个充电玩具变成一个在无线充电场域内工作的电器，永远满电，开启多少个超级耗能的功能都不会觉得累或匮乏。和天地一体，和天地共振平衡。当然想要达成这样的效果，首先你不能与天地有二心。什么意思呢？无我。称骨，称骨是通过4柱而窥见自己所认领的剧本之概要宿命剧情，即你的出生设定意识频率之所在。当然，后天觉醒后的自由意识是可以随意改写这些定数的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只是混沌中随流的常人。斤两轻者，小事上多坎坷，可谓小考不断，然后在期末算平均成绩。筋骨重的大事上受起伏，平日里上课时放羊般没有压力，其中期末2次大考一锤定音，没有好坏，只是选择了不同的课业系统，但苦难度总量守恒。骨轻之人好比低配家用汽车，对路面减速带与小坑洼都有明显的颠簸感。骨重者车好提速快，但出大事故的也是他们。平常心难得是阅历的积累，少了争先的气焰，也乐于礼让匆忙的青年。对路怒症患者可以报以同情、祝福和理解，什么车都能开，也都无所谓。看到这里，希望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。第23期结束，谢谢观看。